你知道在三国中哪位主公最厉害吗？我敢肯定会有人说刘备，或者是文武双全的曹操，还有雄才大略的孙策。但我告诉你，以上说的都不对，甚至刘备也只能排在第二。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，那到底谁才是第一呢？别着急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收集了三国的大量资料，盘点出能力最强的10位主公，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刘禅，他完全就不会治国，甚至还只会吃喝玩乐，而他不仅留下乐不思蜀的臭名，就连诸葛亮这样的大神都带不动他，并且最后还被他活活累死。但就是这样懦弱无能的阿斗，却可以做42年的皇帝，而且还在诸葛亮掌管朝政这11年间都不被废掉，甚至在他死后还可以自己管理朝政31年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前期是特意装疯卖傻，明哲保身，因为这样不仅不会被诸葛亮看出来，还能一直稳坐皇位。第9，董卓，他给大家的印象一点都不好，而且在大家心中还是个负面的人物，并且还都说他是个奸臣，性格十分残暴，还纵容手下滥抢美女，滥杀无辜。但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的话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不仅镇压黄巾军起义起家，还使其成为掌握兵权的一方诸侯，而且对手下还非常真诚，甚至还时不时的赏黄金百两。由此可见，他是一个对手下非常好，但又对外人非常残忍的人，因此将他排在第9。第8，司马昭，他是司马懿的小儿子，而且司马昭的聪明在少年时就初露端倪，并且还可以从他和哥哥比剑时的那些小招数，还有百灵云入府时和司马懿的谈话，他才思敏捷、心思细腻的性格特点，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。由于他在剧中出现的次数太少了，所以就把这位少年英才排在第8名。第7，袁绍，在大家的心目中，袁绍可能是个庸主，并且还没有什么大本事，但这是一种误解，不管是在演义还是在正史中，他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真的是庸主的话，他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多的文臣猛将和北方最富庶的4个州？他之所以被评价的这么低，就是因为他输了官渡之战，而此战本来是不会输的，主要就是因为许攸把核心机密卖给了曹操，要不然袁绍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。第6，孙权，他虽然是继承的基业，但是在他继承的时候，自己的哥哥已经被杀掉了，这使朝中权力的斗争复杂万分。而对于年轻的他，可以说是继承了一个摇摇欲坠，并且还充满了隐患的基业，甚至还因为他太年轻，很多人都不服从他，甚至还明争暗斗，而他善于玩弄权谋，还为人十分低调，因此在他的运筹中逐渐把东吴给稳定了，并且还得以繁华。第5，曹魏，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并且曹操还非常喜欢他，甚至平时打仗的时候也都会带着他，所以他对指挥作战也非常的熟悉。而在曹睿继位后，他对三国的政治形势判断的非常准确，并且还指挥司马懿、曹真等人数次击败了吴蜀两国的进攻，而且还能把司马懿有效的控制住。但是在将死之时犯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因此让司马懿独揽了大权，还葬送了曹魏政权。第4，曹丕，他是曹操的次子，而他是一个大智若愚还非常有城府的人，并且后来在争夺世子之位时把曹植击败了，从而还继承了魏王爵位，随后代汉称帝，而且在位期间大破羌吴，平定河西之地，复通西域，甚至还促进了少数民族的交流。但是他的带兵能力比较一般，多次伐吴都以失败告终，后来郁郁而终，年仅40岁。第3，孙策，他的经历感觉就是个传奇，因为他仅凭一个玉玺就换来的创业机会，并且还在短暂的时间内就雄霸江东，甚至连曹操见了都害怕，而且杀虞姬也是非常的果断，可谓成大事者必诛神棍。但是他对江东士族非常好，不仅没有赶尽杀绝，还是给自己留下了后患。可惜的是他英年就早逝了，而他给孙权留下的东西也是非常厉害的，虽然不全是他的，但周瑜、太史慈等人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，并且他们基本上都是三国中顶尖的人物，尤其是周瑜堪称三国第一统帅。第2，刘备，他是蜀汉的建立者，虽然他看起来孱弱，但实际上他的武艺非常高，并且他还是白手起家，而且刘备与敌军将领对战时，仅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对方给打败，并且还多次在极其险恶的状态下，凭借自身的武艺和战斗经验险中逃生。第1，曹操，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，不仅善于用人，还善于带兵打仗，并且曹操在用人方面也比刘备强，而且他的帐下不仅拥有三国中最多的将领和谋士，甚至领地还在三国中是最大的，而他还有朝廷的人脉关系，使其在年轻时也在朝廷为官，甚至他在创建曹魏霸业的时候也基本没有受到阻碍，而且他还拿着汉献帝作为自己的招牌，到处用皇帝的名义做着自己的事情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